作为一个勤快的日更博主，视频还没剪完，白银又跌了。万税爷一出手，黄金涨了，那白银凭啥比黄金更疯？你以为黄金涨到5000美元就算完了？白银咣当一声冲破100美元大关，全球资本的算盘珠子都快崩到你脸上了。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昨天你还在为金价站上5000美元每盎司而惊叹，今天就得接受另一个现实：白银已经狂暴地冲破了10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价格是46年前历史峰值的1倍还多，这已经不是上涨，这叫炸裂。更让炒家们疯狂的是，传说中的金银比已经跌破了50，这意味着白银的疯狂程度已经远超黄金。过去这俩兄弟，一个主打避险，一个侧重实用，现在好了，一个被推上神坛，另一个直接坐上了火箭。那么问题来了，都说乱世买黄金，这波黄金暴涨还能理解，可白银凭啥比黄金还猛？谁在背后使劲推他们上天？黄金这波上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世界不太平，大家心里慌，国际局势一紧张，什么货币股票都可能不稳当。这时候，几千年都没变过的硬通货黄金就成了大家心里的定海神针。各国央行也在悄悄买黄金，给自家储备上保险。其次，对美元的信任感有点松动。美国那边关税政策变来变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当大家觉得美元资产风险变大时，自然就想把一部分钱换成不依赖任何国家信用的黄金。还有钱可能更便宜了，市场都在猜美联储可能要降息，一旦降息，钱存在银行的利息就少了，只有黄金这种不生利息的资产，机会成本就降低了，大家也更愿意买。如果说黄金涨得有理有据，那白银的暴涨简直像坐上了火箭，它凭啥比黄金还猛？秘密在于白银早就不是跟在黄金屁股后面的小老弟了，它现在是未来工业的 BIE 超级饭票。第一，身份变了，从投资品到工业必需品。过去白银价格主要看黄金脸色，但现在它的命脉被3大吃银怪兽攥在手里。一，光伏，你家的太阳能电池板里面那层关键的导电材料银浆，离了白银就玩不转，全球都在搞绿色能源，光伏板子一片片铺，白银就像面粉一样被消耗。二，人工智能，没想到吧？运行 AI 的数据中心服务器里面，很多精密连接器和零件也得用。引3，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里的高压电气系统用银量比传统燃油车高得多。现在工业需求已经占白银总需求的 65%， 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业血液。第二，饭量巨大，但饭碗不够了，这就导致了最要命的矛盾，需求在狂奔，供应却跟不上趟。需求端前面说的那3大产业，个个都是耗银大户，而且发展飞快。供应端全球白银已经连续5年不够用，预计2026年的缺口更大。更麻烦的是，世界上很多白银是挖铜挖锌时顺便带出来的副产品，产量不取决于银价高低，而取决于铜矿、锌矿开不开工。加上一些主要银矿还老是出事停产，锌矿从找到能挖得等上10年8年，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白银的暴涨是实打实利益，物以稀为贵。他同时吃到了避险情绪和科技革命2份红利，自然比黄金更猛。市场这么火，但像易方达、国投、瑞银这样的大基金公司反而把旗下黄金白银基金的申购买新大门给关上了，这是为啥？是真怕你亏钱，还是搞饥饿营销？答案是主要真怕你亏钱，尤其是怕你买贵了。这里涉及一个概念，溢价这些基金比如 LOF 就享有2种价格，一个是它真正值多少钱，另一个是大家在市场上买卖交易出来的价格。当市场太狂热时，交易价格经常被炒得比真实价值高出一大截，这就叫高溢价。有白银基金的溢价率一度超过 46%， 想象一下，一瓶水本身值2块，但你在沙漠里快渴死了，可能愿意花10块买，多出来的8块就是溢价，它很脆弱，一旦狂热退去，就可能瞬间蒸发。基金公司关门就是不想让更多钱冲进来，把这种价格泡沫吹得更大，不然等泡沫破了，高价买入的投资者会亏得很惨。同时，这和监管层给市场降温的步调保持一致。面对这种历史级行情，说不动心是假的，但越是这样，越要冷静。几个实在建议：一，千万别把投资当成投机，问问自己，你是想长期配置一点抗风险的资产，还是想赌一把短线暴涨？如果是后者，现在冲进去很可能成为接盘侠，金银价格已在高位，波动会非常剧烈，一天跌个 9% 都不稀奇。二，警惕溢价，不买贵货。如果想通过基金投资，一定要看清楚它的交易价格是不是比净值高太多，即溢价率，避开那些溢价离谱的产品，不然等于白送别人一笔情绪税。三，用定投代替一把梭哈。
如果长期看好，可以用定期分批的方式买一点，比如买点黄金 ETF， 这样能平摊成本，避免所有钱都买在最高点。4. 不懂不碰，闲钱投资。投资前先做功课，了解不同渠道实物质、白银、基金、股票的风险。记住，拿亏了也不影响生活的闲钱去试水。这场狂欢一半是对过去的担忧，一半是对未来的压注。对于我们普通人，最重要的可能不是急着上车去抢最后一个铜板，而是看懂趋势，保护好自己的血汗钱。记住，当所有人都疯狂涌向一个地方时，保持清醒往往就是最好的投资。